欢迎大家来到东方译文频道。影片制作艰辛，请大家抬手点赞订阅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即使离开了本体，也都带有一些灵气，所以这类东西在生活中我们要慎重对待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述一个关于假发的故事。故事就从我们的主角刘杰说起。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明月郁郁还休，缓缓从天际升起，澄澈的月色如水银般流淌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小镇上。刘杰独自浪迹在空旷的大街小巷，寒冷的夜风拂面而过，令他不由自主地紧了紧身上的围巾。自从失去了那头乌黑的及腰长发，刘杰就再也没有从前的生气。他总觉得自己像一只怪兽，时时刻刻被周围人若有似无的目光所审视，仿佛他是某种珍稀的奇形怪状的生物。就像现在，他明明已经用围巾将光秃秃的头皮严严实实地包裹住，明明已经穿上了颜色最暗淡的大衣，明明已经走到了路灯照不到的阴暗巷道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故作不经意地朝他投来异样的目光？他真的是被困在污秽的迷宫之中。大夏天的，除了他，还有谁会像个神经病人一般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，时不时地停下脚步，警惕地张望四周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多么惹人注目。按说头发掉了总还会长出来，怎么也不至于成天像个疯子。可惜的是，无论刘杰如何哀求医生，得到的答案总是相同的，非常遗憾。由于罕见的医学原因，刘杰的毛囊已经无法再生长出头发。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让刘杰的世界天翻地覆。他已经消沉了许久，随着压力越来越大，他甚至不再敢在白天出门，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多出家门，在空旷的街道上漫步，才算是和这个世界还有所联系。漫无目的地行走着，刘杰的心中涌现出无数念头，人生为何如此无常？他的生活完全被痛苦和不幸所充斥，甚至多次产生了轻生的念头，却又被自己的意志力压制下去。真希望头发能再生，那么他还是那个自信满满的刘杰，而不是在大街上游走的一类只会低头的怪物。行人渐渐稀少，四周一片漆黑，路灯也愈发暗淡。然而刘杰并没有注意到这些，他只是习惯性地沿着人行道漫步。等到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却迷失在一条陌生的街巷。正当刘杰焦急不安的时候，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招呼道：“姑娘，要买假发吗？”男人面前的小推车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长短假发，其中竟然有不少是刘杰向往已久的长发款式。尽管知道那只是假的，但对现在的刘杰来说，头发便是救命稻草。似乎洞察了刘杰内心的想法，男人神秘兮兮地说：“姑娘，我家的假发和别处买的可不一样，戴上1个星期，它就会和你的头皮长在一块，变成完全属于你的头发。”男人的话语诡异，但又十分诱人，像罂粟花一般，明知有毒却还是难以抗拒。如果男人的话是真的，那么他就可以拥有一头漂亮的秀发了。到那时，他再也不会因为别人的目光而自卑，他会重拾自信，能脱胎换骨地成为全新的自己。真的可以吗？刘杰嘴唇颤抖着，似信非信，但还是忍不住去寄予希望，只小心翼翼地望着男人，双眼炽热。男人也不明说，反而拿起推车上一颗及腰长发，来到刘杰面前。“姑娘，我觉得这款发型和发质最适合你，你觉得呢？”男人一边蛊惑着，一边拿住假发在刘杰头上反复比试，丝毫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何不恰。刘杰明知不可信，但压抑已久的情绪又让他情不自禁，硬是掏出钱来买下了它。男人取过钱来，认真地帮刘杰戴上了这头假发。记住，第1个星期千万不要脱下它，等到1个星期后，
它就会真正属于你。男人反复调整了发型，终于满意的眯起眼睛，交代刘杰要注意的事项。刘杰听说1个星期后这头发就属于自己了，欣喜若狂，一边道谢，一边抚摸新戴上的长发，晃晃悠悠地回家去了。然而，刘杰终究没能坚持到1个星期，因为当晚就有一种如腕虫蚀骨的痒痛从头皮直到后背，让他无法忍受。他崩溃将这头发从头皮上扯了下来，但是看住镜中的自己，那个怪物一样的自己，他连忙捡起地上的假发，只为了能拥有一头美发。他竟然不顾一切，却没看到镜子里涌现的一团黑雾，以及黑雾中心那张惨白的鬼脸。没事的，再过1个星期，这头发就会真正属于我。刘杰这样想住，对住镜子将假发重新戴上，开始梳头。他却没发现，从那天开始，他在镜子面前待的时间越来越长，神情也愈发痴迷。镜中那个垂着长发的绝色美人真的是她吗？好美！刘杰惊叹着，手抚住自己那头华丽的长发，不断地摆弄姿势，眼神愈见迷离。要是熟人见到现在的刘杰，一定认不出她来。倒不是她变漂亮了，而是她那副干枯的模样，那骨瘦如柴的身体，怎么也不像一个活人。很快，1个星期的时间就要到了。刘杰每每想到这头发就快属于自己，就忍不住兴奋地喜形于色。这头秀发不仅带给他重拾的自信，还有他从未体会过的美丽。明亮的梳妆镜前，刘杰拿着木梳一下一下梳理着这头长发，眼里的笑意满意的似乎要溢出来。镜中的他秀发飘飘，美貌非凡，而现实中的他却只剩下皮包骨头。用梳子狠狠地刮住自己血肉模糊的头皮，让鲜红的血液沾染在那头假发上，反而使它更加润泽。后来，警察接到刘杰邻居的报警电话，发现他如同干尸般倒卧在梳妆台前，死亡时间却被法医判断在昨日。那头假发被当作证物带回警局，也就此结束了。法医也只能断定刘杰并非他杀。毕竟从尸体的痕迹来看，他的致命伤口来自头皮上的重创，凶器正是死者手中那把不起眼的木梳。夜色浓郁，男人依旧把自己的假发小推车摆在马路边，用一双绿豆大的眼睛扫视着过路的行人，挑选着下一个顾客。他从未告诉任何人，他家的假发都是从逝者头上扒下来的，就像他也不会告诉任何人，每一颗假发都是一个寄生灵魂，会在吸食尽主人的血肉后再度沉睡。夜幕下，又一个少女被假发的美丽所迷惑，她望着小推车上的长发，眼前一亮，兴奋地跑向男人。在她身后，一团黑雾静静地飘起，悄无声息地跟在她身后，似乎在窥视着，等待着下一个猎物上钩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谢谢大家收看收听。节目制作不易，新频道经营困难，恳请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